小奶团子路都没走稳的年纪，就开始修术法，跟着祖师爷算天算地算人间，愣是没算到自己会有场大劫，只是睡了一觉，就只身一人来到2000年后的现代。喜提2004岁，佑佑有些茫然，但是想到自己已经是可以当祖宗的年纪了，他不能慌，所以无忧无虑的他只能每天捡垃圾养活自己，或者去老年人活动中心领鸡蛋补贴生活。此时佑佑左手拖着个比自己人还高的蛇皮袋，右手拴着个半死不活的奶，哼哧哼哧的来到警局。你好，老年人活动中心，我来领鸡蛋了。工作人员傻眼，但下意识的礼貌回答：不好意思，小朋友，这里是警局，不是活动中心，不发鸡蛋哦。是这里。小家伙老气横秋的背手，把手里拴着人的绳子往前一递。狗蛋说，老人家拿这个到这儿领鸡蛋牛奶。佑佑有些紧张的顿了顿，又接着奶声奶气的说道：不要骗佑佑，佑佑2000岁了，是老祖宗，可以领鸡蛋。工作人员顺着他的手上看去，被绳子拴住的那个鼻青脸肿的，赫然是系统里悬赏3万块的通缉犯。但警官们不信这么小的一个孩子能徒手制服穷凶极恶的逃犯，还能让人听话的跟着来，所以非但没给佑佑发鸡蛋，还给小老祖宗弄上了3堂会审。与此同时，云霄也看着审讯室里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通缉犯，以及他身边近乎消散的血气，顿时觉得事情不简单，所以审佑佑的人又多了一个。小朋友，警察叔叔问什么就要回答什么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今年几岁了？家里大人联系方式记得吗？我只是逮了个人，按照狗蛋说的来领鸡蛋，但是这里的人不给鸡蛋，还扣下佑佑的人，要佑佑联系家长，可小老祖宗就是家长啊。佑佑闷闷地想着，佑佑今年2004岁，狗蛋说老人家不需要大人。佑佑闷闷地把自己的蛇皮袋子提了起来，凶凶说着，不给就不给，天黑了，我要回家吃饭了。云霄也认真地打量眼前的小孩，那胖团跟个小受气包似的小女孩，除了长得漂亮些没什么特别，但听到原先审问的2名警员正汇报佑佑反复强调自己2004岁时，云霄也双眸闪了一瞬。你要回家啊？佑佑怔望向他，天黑都要回家，狗蛋说给佑佑留了小鸡腿了。那你走吧，认识路吗？要不要哥哥送你？佑佑白生生腮帮子气闷地鼓了2下，朝他纠正，小老祖宗叫佑佑，不过多谢你了，佑佑认识回家的路。小丫头扭头就在自己的袋子里慢吞吞地掏出老年鸡。喂，你好，志祥，是祖宗。佑佑有礼貌地打起招呼，由于老年鸡声音太大，云霄爷也听出了内容。一个叫志祥的人喊他回家吃饭，但光听声音就知道电话那头是个走一步缓3缓的老人。这丫头自称祖宗，辈分这么高的吗？此时佑佑挂了电话，在几人复杂的目光中，淡定地装起了手机。志祥叫佑佑吃饭了，我要走了。这小家伙肯定不简单，一会找个机会要到他的联系方式，以后再慢慢研究。于是云霄也很自然地提起佑佑的蛇皮袋。走吧，哥哥送你出去。佑佑已经懒得纠正他了，只是小脸上还是不高兴。我谢谢你。云霄也凑脑袋往袋子里看，是一麻袋的塑料瓶，乐不可支。这么厉害，全是你的？被夸的小老祖宗嘴角小小的上翘，却又告诫自己，祖宗就是要不怒自威，要时刻注意身份。于是十分大气的挥手。孙子喜欢，那佑佑老祖宗就送你了。那可以，你到时候卖钱了给我买根冰棍呗。没问题。2人就这样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出来警局。祖宗走了，再见。云霄也看着左右一本正经的小模样，摸出了自己的手机。不是要给我买冰棍，祖宗你给孙子存个联系方式，到时候联系我啊。佑佑这么一想也是，但是他不记得自己的手机号，只能掏出自己的老年机递给云霄爷。云霄爷也没客气，按量解锁，只是看着通话记录里仅有的3个联系人，差点笑出声来。志祥 Triple A 收废品里师傅，狗蛋班主任，9月10号家长会。佑佑奇怪的瞥他，闷咳一声提醒，云霄也这才老实输入自己的手机号，并在联系人备注上 Triple A 专业做法云老板，接着再笑眯眯的把手机放在袋子里。好了，到时候记得联系哥哥哦。佑佑控诉的看了他一眼，往袋子里慢慢的摸，想看看这个年轻孙子对老祖宗的宝贝手机做了什么。云霄爷也随他去，自己好心情的在一边逗起了狗。小狗，来这儿。不远处有个黑黑矮矮的影子一颠一颠的跑过去，云霄近视的双目凑近了才看清，怎么是个破塑料袋？佑佑看着他跟发疯了一样，对着个破袋子热情的嘬半天，疑惑的道：老祖宗看不明白，但是老祖宗尊重。收起新加了的联系人的手机，跟云霄爷也挥手再见，只是走2步，又拖着袋子一摇一摆的回。年轻孙子，我不下去，给佑佑打电话。叫哥哥。哥孙子，记得不要乱跑，有危险小老祖宗会来救你的。佑佑虽然算命不精，但学的是一力降十会的杀阵，保护哥孙子也是没有问题的。云霄也乐不可支，但没有反驳他。我可是常年与危险的东西打交道，要真是遇到危险，这个还没膝盖高的小屁孩怎么救得了我？云霄也笑笑，没怎么在意的挥挥手，知道了，给你打。佑佑见话带到了，就哼哧哼哧的回家找狗蛋去了。天灵灵，地灵灵，财神老丈来显灵。佑佑是太上玄门年纪最小的长女，
他一觉醒来，从修仙界睡到了现代。今日大凶，应当早日归家。又是个下签，封建糟粕，不信也罢。算了，还是回家吧。佑佑提着他的大袋子，慢吞吞地回到了住处。怎么关门了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有了！不要说话，吵死了！小老祖宗皱眉，一巴掌拍在铃铛上，铃铛安静了。小老祖宗很满意。佑佑提着袋子，将瓶子一个一个拿出来摆好。他看起来好小，自己蹲在哪里，做一件事时就极认真，就连捡破烂都被他干出了一种家国大事的郑重感。佑佑啊，怎么才回来？快来吃饭了，狗蛋刚写完作业。知道了，志祥。佑佑你来了，快来快来，今天有你喜欢的鸡腿。哼，怎么了？你骗我！我骗你什么了？上次志祥在老年人活动中心领鸡蛋，你说老人家只要去了就都可以领。佑佑都2000岁了，老祖宗年纪也大了，佑佑去不给我，不给鸡蛋，就算了，差点给老祖宗抓了。这要是把小老祖宗抓走了，可如何是好？如何是好？狗蛋都叫他说猛了。哟，老祖宗，您在说啥呀？大胆事到如今，你还敢欺瞒？捡瓶子的路上，在望平街，你告诉老祖宗，逮到人到那儿可以换鸡蛋。望平路领鸡蛋。狗蛋终于想起来了，那儿不发鸡蛋啊？爷爷去老年人活动中心才发鸡蛋呢。对，不给佑佑发。狗蛋看着他义愤填膺，犹犹豫豫，小声说：我跟你说的那个是警察局啊，那儿抓坏人发钱，不发鸡蛋。但或许在佑佑的脑子里，他对这些不敏感，更不了解。他见过唯一会发东西的地方就是老年人活动中心的鸡蛋牛奶，对他而言，发钱买鸡蛋等于发鸡蛋。你们俩嘀嘀咕咕做什么呢？快洗手吃饭。哇，吃饭啦！老祖宗吃，爷爷今天买了3只，狗蛋1只，佑佑1只。爷爷没有牙齿，再给佑佑1只。对，佑佑今天辛苦了，佑佑2只。谢谢，志祥。要叫爷爷。知道了，志祥。佑佑吃东西很安静，小小一团缩在凳子上，一丝不苟地吃着手里的鸡腿。吃好啦，只剩骨头了，骨头佑佑咬不动。志祥，狗蛋，慢用。吃完饭的小老祖宗小手摸摸蹭蹭的，又从自己兜里摸出一卷纸币。这是小老祖宗的饭钱，小老祖宗不白吃。再玩一会儿，佑佑，天黑了，你那屋里也没个灯，你的手机充好了没呀？我叫狗蛋给你拿过来。佑佑摇摇头，又点点头，摇头是不玩了，点头是要拿手机。老祖宗，给你。好，狗蛋，多谢。那你慢点哦，路口那只大黄这时候天黑瞧不见人，就爱汪汪叫，凶死啦！爷爷，你说怎么还没人来找佑佑？再等等吧。佑佑其实是狗蛋捡回来的，他那天晚上在黑漆漆的巷子里看到了孤身一人的佑佑，可是狗蛋问了他几句话之后，张口闭口自称老祖宗的，小年纪老气横秋的。他怕佑佑是跟家人走丢了，就带回家想找爷爷帮忙。佑佑回到家，轻车熟路的摸黑上床睡觉，用狗蛋的话来说，他是小黑户，交不了电费。老城区的天总是亮得格外早。佑佑一边听着鸡叫，一边猛猛地从被子里抬起脸来，头发被滚得乱乱的翘着根呆毛在脑袋上，腮帮子像小河豚一样鼓了鼓。佑佑一拳头砸在了被子上，冥顽不灵。生完闷气的小老祖宗又窝窝囊囊地提着蛇皮袋出门了，他要去捡破烂了。再捡1天小瓶子，就可以联系收废品的过来，我就可以换馒头吃了。这女孩天天吃不饱穿不暖，每天还要拿着比她还大的工具去捡各种废品，这一切皆因她是从2000年前的修真界穿到现代，从此她只能靠捡废品为生。直到一天，她捡到一个小女孩，她命运的齿轮终于开始转动。是谁在哭？难道是佑佑自己？佑佑都懵了，他摸了摸自己的小脸，软乎乎，没眼泪，不是老祖宗流眼泪，是那儿在哭。佑佑掀开那个严严实实的大黑桶，里头像小仓鼠一样咕咕滋滋的东西也露了出来。不好，老祖宗摊上大事了，佑佑口袋的钱只够吃3天。哎呀，吃不了3天了，2个人的话，您吃。佑佑竖着3根手指头，犹犹豫豫的倒下去一根，变成了2，只能吃2天。想到这，佑佑没怎么犹豫，转身便走。不要丢下我，我害怕，呜啊，求求你了。就在他那大麻袋的塑料瓶子后头，
远远追着的小姑娘，从刚刚就一直跟着，没有一点要离开的意思。佑佑没赶她，她也跟着佑佑停停走走的到了住处。佑佑一脚开门，再按照流程给丁丁做好的小林一个大逼斗。过来。佑佑连饭桌都够不到，更别说做饭。他不去隔壁蹭饭的时候，都是自己啃大馒头。小老祖宗很好养活，但是小老祖宗捡来的那个好像不太好养活。切，老祖宗叫佑佑，你叫什么？不知道，我不太记得了。我醒来就被关在屋子里，好多黑袍人，还抓了别的小孩，我趁乱跑出来的。其他的我不记得了。你是老祖宗带回来的，现在你叫佐佐。佐佐。小姑娘迟疑了一瞬，连连点头。佑佑给佐佐取了个名字后，态度几乎是180度大转变，原本话少不爱搭理变成了呵护备至，竟然把自己珍藏的棒棒糖拿了出来。佑佑喜欢，佐佐肯定也喜欢。切，谢谢佑佑。叫老祖宗。谢谢老祖宗。闻言，那张小肉脸就跟变天一样，嘴角压都压不住的翘了翘。乖，你一个人住吗？老祖宗是大人，当然可以一个人住。佐佐忧心，迟疑道：“这真的可以的吗？小孩需要跟大人一起住。”佑佑2004岁，是大人。2004岁，真的吗？如假包换，老祖宗从不说谎话。换成隔壁狗，但是不相信佑佑说话的。可是佐佐年纪小又失忆，再加上小老祖宗看上去十分靠谱，十分稳重，于是佐佐深信不疑，一口一个老祖宗喊得心服口服。佑佑不太会照顾自己，但是他很会照顾别人。老祖宗会给佐佐烧洗澡水，还把自己的小床分出去一半给他。有妖气。老祖宗，老祖宗，是我啊！我才走了几天，家里就来别人了。他是真有点生气，谴责佑佑：“你怎么回事？不是说好我们祖孙两人把日子过好就行，现在又有别人了。”哎呀！佑佑理亏，默不吭声。看，又不说话，是小老祖宗就能不理人吗？大人的事，小孩不能管。活了10几年，又死了几百年的小孩鸭蛋一时说不出话来。你给他算一卦，送他回去不行吗？家里待着个正常人，我就不能到处乱飘了。不能，你为了个新认识的臭丫头，你就要抛弃我？你忘了当初在墙洞下，我们俩是如何相依为命的了？现在你也是好起来了，忘记当初是谁说会好好对我的？不是要抛弃你，只是老祖宗不算不精，师兄没教。你的师兄们都是干什么吃的？连算卦都没教你。你叹气干什么？等下你就知道了。2分半后，佑佑身体力行地告诉了鸭蛋自己几位师兄是干什么吃的。这样，师兄教的。痛！祖宗，不敢了，我不敢了。还要赶佐佐走步。可是这臭丫头在这儿，我怎么办？我哪天出来吓死她怎么办？佐佐。鸭蛋没懂。佐佐什么佐佐？前后左右都不好使。他叫佐佐。知道了，垃圾桶里不能随便捡小孩，快给他赶出去。是佑佑捡的，就是佑佑的。哼，老祖宗要他，不要我，喜新厌旧，我再也不回来了。第2天一早，小老祖宗生物钟很准，6点半时准点起床。但佐佐在外头提心吊胆几天，显然是累到了，还在睡觉。佑佑对小贝一向包容，他拿着冷冰冰的馒头到隔壁大娘家去蒸一蒸，回来时手里还多了2个鸡蛋。佐佐在院门外满脸焦急，看见他才松了口气。我找不到你，吓死我了。早饭，孙子吃。被叫孙子的佐佐本人没有觉得哪里不对，很欢快地跟佑佑道谢。谢谢。佑佑很是欣慰。老祖宗今天去卖瓶子，回来给你买好吃的。不能乱跑，小孩不能跑。老祖宗大人出门赚钱。佑佑没有直接去以往的路线，而是脚下一拐，转到了隔2条街的蜜雪冰堡。买了一个冰淇淋，然后找个位置乖乖坐好，掏出自己的老年机，拨通了云霄野的电话。小奶团子明明只有4岁，却自称老祖宗，逢人就喊孙子。哥，孙子是祖宗。祖宗。云霄野慢慢品了下这2个字，想起来是谁了。他听着小孩认真的语气，没忍住轻笑。是你啊，祖宗，这都多久了？亏得您老人家还记得我。记得的，佑佑是记性好的老人家。祖宗找我什么事呀？佑佑赚钱卖瓶骗了，今天请孙子吃冰棍。云霄野倒是意外，当初随口一句玩笑话他都记得，一时之间还有些哭笑不得。这么厉害呢？赚多少钱？ 200。不愧是老祖宗，一出手就是200。你来。
祖宗请你吃长门街蜜雪冰雹，挂了，再见。谁啊？云处，笑得这开心。你要这么操心，西水区那边所里你去对接。西水区那边最近闹出了多起儿童失踪案，迟迟未告破。上报后跟特殊事务管理局一直追查的某协众，竟有千丝万缕的关联。不，我丈母娘生了，我要去照顾我媳妇儿。佑佑等了好一会儿了，但是长辈答应的事儿就一定要做到的，所以他安安静静的待着没动。真这么听话，我的崽。是佑佑祖宗，不是崽。云霄也看见他一本正经的样子就乐，那先谢谢祖宗请哥哥吃冰棍了，走吧，祖宗。两人进店后人手一个甜筒，又准备付钱。老人家付什么钱？孙子孝敬你。小老祖宗好像十分有原则，一点都不占小辈的便宜。就算云霄也这么个人高马大的处在他面前，他也是要当孙子看。小孩儿不用付钱，佑佑长辈。云霄也对着他那张小胖脸看了又看，实在看不到一点开玩笑的意思，忍俊不禁。那行，你来付钱。佑等下准备去哪里玩呀？哼，大胆叫祖宗。是，老祖宗准备去哪里玩？先去收瓶子，然后给左左买牛奶，给鸭蛋买他喜欢的那种会发光的小蜡烛。没看出来你小年纪，操心的很。纠正一下，佑佑一大把年纪了，是老祖宗，今年2004岁。是，您教育的对。老祖宗，你父母呢？佑佑没有父母。再说了，小老祖宗年纪一大把，不需要父母。那平时都是谁在照顾你？佑佑是大人了，不需要照顾。那老祖宗一个人住？不是一个人，是一个老祖宗，2只孙子，左左和鸭蛋。鸭蛋，你哥哥。左左呢？你姐姐？不是，鸭蛋孙子，左左孙女，佑佑老祖宗。鉴于自己快奔3了也被叫孙子，所以云霄也很淡定，还换了个说法问：你这孙子跟我这个孙子一样高吗？高的，鸭蛋跟个孙子一样高。带我去见你那孙子，哥哥好歹要帮你教训一顿的。你瞧瞧这像话吗？叫小老祖宗天天出去苦吧地养自己，还想要小蜡烛，他要个狗屁蜡烛。可是佑想说鸭蛋是只飘的话，还没出口便被打断。没可是，哥孙子今天必须帮你。话没说完，连天元便打来了电话。阴处出事了，速来长亭街。那行，我在附近，马上到。哥孙子得去长亭街处理一下公务，走了。小老祖宗，孙子走了，佑也得去把上次在正东街放着的纸壳子整理出来卖了。随着佑慢慢靠近正东街，佑却感到2股能量波动在混战。难道有人在干仗？哎呀，不好，有人在佑的地儿干仗，别给佑的纸壳干没了。意识到这一点，原本不慌不忙的小老祖宗慌了。等他到地儿一瞅，原本悬着的心一下就吊死在了梁上。只见他本该整整齐齐堆放纸壳子的地方，像是叫猪拱了，被翻得乱七八糟，一片狼藉。旁边还站着一个长发男人，面色苍白。想不到还能在这里遇上廉家少主，这么虚弱，怕是上次的伤还没好全吧？佑心在滴血。我的纸壳子。佑看着两人的眼神，很是气愤，气愤中又饱含委屈。哪里的小娃子，快走，我去拖住他。他朝佑低声，自己扭头又缠斗上去。眼看着他们俩在旁边打斗，佑急得大哭：“别打了，孙子，别打了，祖宗的苦辣！”连雨清被一脚打，紧接着黑衣人又一脚把佑的纸壳踢飞了。佑急了，整个人瞬移一样落在黑袍框框上去，就是2拳。孽障，祖宗的苦辣，佑的苦辣呀！老祖宗年纪大了，欺负祖宗大逆不道。越说越气，老祖宗字字气血，差点落下泪来。回来，给我弄死他！听到指令的魂幡对着佑就去了，只见佑那魂幡便动弹不得。紧接着，连雨清就见到了一个诡异的画面。该打你最坏，把佑的苦烂踢飞，背脑子，祖宗把你打聪明。半个小时后，连雨清感觉自己有点麻了。作恶多端，上了玄门跟特管局通缉单的黑袍民众长老正在屁颠的整理垃圾。大人，你看看可以了不？如果可以的话，就放孙子走吧。绑的还没佑好，不过看在你是小辈的份上，老祖宗决定原谅你了。黑衣男子长长松了口气。慢着，他这样大逆不道，以下犯上，浪费资源，破坏环境，还不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，没见过这么过分的人。小老祖宗，您觉得呢？黑袍气得要死，本来就是绝地求生，现在他还来拱火，要不是那祖宗在这儿，他早就上去一大耳刮子了。您别听他说话，大人。这个黑孙子连老祖宗垃圾都扬了，简直是恶胆滔天，这样放过确实太过轻拿轻放。黑袍男子头皮一麻，正要呼一句天要亡我，就听佑说道：“你破烂给我送回家去，再赔老祖宗200元。”
怎么，你不愿意？愿意愿意，孙子愿意，孙子这就送去。黑跑跑得飞快，连自己的魂幡都没敢从佑佑手上讨要，生怕自己晚一步佑佑后悔。你叫什么名字？连雨清，独与青山共连面。连线的连，下雨的雨，轻一点的轻吗？赤橙黄绿青蓝紫的青。文盲小老祖宗挠挠自己的脑袋，过了会儿又问：那你能写给我看看吗？连雨清听话的从兜里摸出一张名片，递给佑佑，是上头3个字。谢谢。佑佑又很郑重的双手接过，小手捧着名片一字一字的阅读。连雨清咳了一声，有点不好意思，拿反了。小老祖宗不认字，被孙子当面拆穿，气得腮帮子鼓了鼓。多谢你，挨千刀的大好人，给你，你回家吧。悠悠也要回家了，祖宗还要回家带孩子。左左看见老祖宗就欢欢喜喜的迎上去。老祖宗，怎么坐外头不回家？您今天走了之后，我在屋子里总觉得冷。这大热天的怎么会冷？佑佑朝他身后看了一眼，了然。怎么能不冷？鸭蛋这么大个魂飘在他身边，没给他动出好歹来都算身体结实。左左，你先回去，老祖宗处理一点家事。待左左走后，佑佑捏着拳头就威胁道：欺负妹妹，鸭蛋不听话。你送他走，我不就欺负不到他了？不带左左回来，他会死掉的，在外头很惨，比个孙子还惨。你又骗我，你说自己不会看相，现在怎么知道不带左左回来他会很惨？都不会看怎么知道惨？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解释，你不说清楚，我明天死外头不回来。老祖宗小小声的为自己辩解。师兄说佑佑笨，没有学全，不能像别人那样掐一掐，算一算，起个怪就能断生死，看吉凶。还有他跟你是一样的。鸭蛋没明白这话。跟我一样啥？我一只飘，他活生生的人，哪里能一样？一样，他只是又活过来了。怎么活的？不知道，我看见左左的魂不是自己的。人有三魂七魄，左左曾经三魂离体，也就是凡俗所说的死了。可是后来不知什么缘故，有人强行把他三魂聚回了体内。只是他三魂离体的时候，在外携带了些什么多余的原不属于他的东西回来，导致他体内还有别的魂体碎片，而那些多余的碎片却强大到远远超出他自己所拥有的，久而久之，竟有些反客为主的架势。你是说左左他死过又活了，只是活过来后三魂多了别人的东西，现在那个东西要害了他？害不害的不知道，只是大致是这样的。不容易，妹妹不容易，鸭蛋是哥哥，不要那样针对左左，毕竟左左还是个小孩，不惊吓。鸭蛋不情不愿地了2声，等佑佑准备回屋子睡觉的时候，他才像是想起什么来一般。对了，刚刚有人找你，不知道是干什么的，扛着老大一堆破烂，往门口一放，撒腿就跑，好像还往里头放了几张纸钱。佑佑迈出的脚步一下就收了回来，闷不作声就往门边闯。你上哪儿去？我的钱，祖宗的纸壳子，买鸡蛋的，把这事儿忘了，太不该。步履匆匆地拉开院门，可左瞅右瞥，门口空荡荡的，什么都没有。佑佑不由得疑惑问鸭蛋：佑佑的纸壳呢？纸壳我丢了哦。我们是什么人呐？我们这种人家敢往我们门口放垃圾，活腻歪了！我2脚一踹，给他连人带垃圾甩出去800米远。佑佑小手捏着捡回来的200块钱，反反复复数了好几遍，恨铁不成钢。败家子不懂事，不当家不知，柴米怪。鸭蛋缩在一旁，理亏不吭声。哼，我先回去睡觉了，你先在这待着反省反省。待佑佑走后，挨揍的鸭蛋终于憋不住，悲嚎出声：老弟呀！老祖宗又打飘，我简直活得不飘不仁。越哭心里越想不开，最后他绝望地飘上屋顶，撞起鬼胆，一跃而下。经常当飘的都知道，在家里最不能惹的那就是小孩子，这不得罪了小孩子的飘选择了轻生。然而身为飘的他摔也摔不死。奶奶的，死不了，活不了。气不过的鸭蛋一脚踢飞石子。哪个神经病半夜蹲人家墙角啊？是我。来人穿着长衫，后头还留着根辫子，是被佑佑逮来洗衣服的富贵。你鬼鬼祟祟干什么呢？我回来给小老祖宗洗衣服，只是家里好像有陌生人，我不敢进去。你一只飘，只有人怕你的份，你不敢什么不敢？话刚说完，他就又想起佑佑的吩咐。你这2天先回去吧，佑佑那混蛋养孩子了，别出去把人给吓出个好歹来。老大，我走了，谁给小老祖宗洗衣服？又没飘照顾他，再抓一个来嘛。再说了，您还需要老祖宗照顾呢，2天没在，屋子没飘打扫，你的牌位也要积灰的。
真要我走吗？这么一说，鸭蛋还真犹豫了起来。可是，一想到佑佑刚才落在自己身上的拳头，他坚定地说道：“走，你道行太浅了，白天只能窝在地底下，要在晚上才显形来给佑佑做个卫生。到时候大半夜的，屋子里噼里啪啦，左左胆小，人不得吓死。”那我走了。我媳妇儿最近在外头瞎吃，吃坏肚子了，我守着她去。忙碌了一天的佑师傅准备带左左到隔壁去蹭饭。你在外头交新朋友了？这是佑佑捡的孙子，不是朋友。大人才不跟小孩交朋友。捡的？我不信，捡破烂还能捡小孩吗？老祖宗从不说谎，这真是在垃圾桶里捡的。你好，我是左左，老祖宗确实是在垃圾桶捡到我的。我勒个豆！狗蛋爷爷见到人后也什么都没说，只是笑呵呵的招呼两人吃饭。饭后，狗蛋爷爷却叫住了左左，让佑佑先回去了。爷爷，需要我做什么？这是佑佑的钱呀，爷爷都给你们存着，你先拿着。也是可怜他了，这么久了家里人也不来找，小孩乖乖的都没人要。是老祖宗的钱，给您的，不是给左左。替他收着，小孩家哪里赚得来钱哦？连吃饭还要给我钱，天赋碗筷又费不了什么事。你悄悄的收着买了家用，不要告诉他，不然他又不来吃饭，不吃饭小孩长身体。可是老祖宗说他年纪大了，不用长身体。小孩的话你也信？左左手握一笔巨款，鬼鬼祟祟的回去了。天还没亮，左左先佑佑一步醒来，只见左左从床头摸索出了佑佑昨晚睡前数好的一把子钱，花花绿绿，面值大的小的都有。狠人，狠人，佑佑肯定没打过你。他以为左左要薅佑佑的钱出去买东西，毕竟他以前也想那么干来着，只是没成功过。佑佑太警觉了，但没想到叫左左这小丫头干成了。可他想错了，左左不仅没拿钱，还从自己兜里摸出一大叠新的来，偷摸夹塞了2张到佑佑那堆里去，然后放回原处。小老祖宗笨蛋，我悄悄放，一天放一点就不会发现。反正你也是个不识数的，只知道赚了钱就要花，赚多少不知道，花多少也不知道。左左决定就这样悄悄地把佑佑给狗蛋爷爷的饭钱塞回来，那样就可以用得久一点点，小老祖宗就可以不那么辛苦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托了左左地福，小老祖宗的钱用了好几天，非但没花光，还越用越多了。小孩反复数了3遍，3遍都是不同的数。佑佑以前的钱薄薄的，佑佑现在的钱也薄，但是有一点点厚。佑佑的钱会长小长大。他很是迷茫，坐在台阶上想了半个小时都没想通，这可愁坏了老祖宗，毕竟是钱呢，他不敢马虎。搜遍大脑，终于想起了自己另一个孙子云霄野。佑佑，怎么了？要叫祖宗的，哥孙子。祖宗找哥哥做什么呢？佑佑的钱出大问题了。钱出大问题，那想象空间可太大了。云霄野第一反应是谁给佑佑起早贪黑辛辛苦苦赚的钱给昧下了，再或者说是掉那儿了，更坏点就是叫别人骗走了。佑佑的钱长大了看来有必要给佑佑科普一下常识了。老祖宗，钱是不会长大的。哥孙子给您科普一下常识，你2000多岁没什么，这是主观认知问题。鸭蛋那龟孙子叫你捡破烂也没什么，这是道德沦丧问题。但是钱只是物品，它不会自己长大。可是佑佑的钱真的长大了，是会下崽儿的钱。云霄野斩钉截铁，没有可是。这样啊，太可惜了。毕竟如果钱会下崽儿，就自己会长大，像韭菜一样，一茬又一茬，就可以买多小鸡腿。那为什么小老祖宗的钱变厚了？以前一沓子卷起来，一只手能捏住，现在要2只手了。小老祖宗亲自丈量，那是绝对出问题了的，不可能看错的。你告诉哥哥，你都是怎么买东西的？就是佑佑要牛奶，佑佑就把兜里的钱全部给小卖铺的慧兰，慧兰自己拿完还给我。云霄也大致懂了，你看看手里的钱是红的多还是绿的多？买东西之前是红的多，现在是绿的多。红色是大钱，绿色是小钱，大钱退小钱肯定变多嘛。哥哥跟你说了，没有平白无故长大的钱。佑佑啊，你现在手上的钱都是小钱，不能买很多东西了，只是捏着厚而已，实则购买力不足。一番探讨下来，佑佑天都塌了。小老祖宗抱着一堆100跟几十，为以后的生计担忧不已。现在已经不只要养鸭蛋1只票，还要养左左1只人，上无老，下都是小。佑佑得找点别的法子来赚钱了。养家真难呀。4岁老祖宗为了养8岁幼崽，选择去天桥底下找乞丐取经，乞丐倾囊相授。像你这么大的娃，赚钱容易的很，只用往天桥街上支个小摊，
搞个墨镜戴着，见人你就说吉利话，什么鸿运当头，天降祥云，当个针眼小童，说自己是仙童转世，下凡渡人，千穿万穿，马屁不穿。你们这样的乖乖小孩往那儿一站，就算不说话，也有好心人给点的。又有逐字逐句的学习，一个字都不敢落下，只恨自己不会写字，不然找个本本记起来。哪儿你看见吗？哪个位置？到时候你摆点香竹子，捡个烂饭挂着。看见那种挎着菜篮子乐呵呵的大姐大吗？特别是大学生，你记住，那种好骗。不要骗人不好。哎呀，说错话了，咱们学术人怎么能是骗？那个叫做结善缘。反正你回去上电视上学点话术，搞点装神弄鬼、神神秘秘的，就说会给人算命。哎呀，可是悠悠不会算命，好惨呀！悠悠偏偏就不会算命，不会算命没财路呀！早知当初多学2招了。不会算命也行，那就说会点抓鬼算筹、相术风水也行嘛。呀呼，这个好，这个悠悠还真会。悠悠觉得自己是学到了真东西，他即刻行动了起来。小孩，我方才见你面相，我已经允许斗胆一卦，竟是胸中大凶，难以化解呀。哇，你算得真准，确实凶。鸭蛋一直都说老祖宗凶。你近来是否破财？破财，多养了个人捏。哥孙子也说悠悠没钱了。悠悠沉痛点头。观你长相，以前当是有福之人，但家境沦落黄桥下，起伏太大。起伏大，那确实，以前老祖宗也是被伺候的好好的呢，想不到一转眼就捡破烂了。悠悠不语，只是一味点头。命一转，面相就要改，你如今长得真的很命苦。我勒个兜，算得真准啊！悠悠命苦啊，捡点小破烂，养点小孙子，悠悠是小苦瓜。悠悠仍旧点头，这次是真共情上了。对上了，这样老道再露一手，写上你的生辰究竟是多久？我看也不用看，一算便知。可是小老祖宗不会写字，众目睽睽之下，这跟当街出丑有什么区别？悠悠进退两难，只觉得有火在烤自己的屁股。旁边看热闹的人群也在催。是啊，小姑娘，你写个试试，看看他算得出不？前几个问太模糊了，这个要真算出来，我才算佩服。热闹是他们的，根本没人懂老祖宗的难处。悠悠是老祖宗了，老祖宗不能出这种丑，悠悠得想办法。哎，有了，先下手为强。哈哈，多谢你算命，但是快跑吧，今日有劳预知在。啊，不是，是老道给你小孩算呀，你搞错了。话才落，只见帽子叔叔走了过来。谁是林有为？我是警官，请问有什么事儿吗？前2天你是否收受了一辆2手车？是呀，这不是缺钱吗？搞点倒卖。车辆涉及刑事案件，现怀疑你掩饰隐瞒犯罪所得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悠悠松了口气，就想要离开，可这次又被人喊住了。小菩萨，你帮帮我！有什么事儿？报警呀，阿姨！找个小孩没用的。你懂个屁！没看见这小大师上1秒刚说，下1秒那骗子就被抓走了。小大师，你救救我，救救我们家小光，求求你！我实在是找不到办法了。周围的人只看见妇女一人跪在悠悠跟前，可在悠悠眼中，除了她，在她身后还有个女漂。你想要老祖宗帮你什么？小大师，我孙子失踪半个多月，没找回来，不能丢呀！丢了我怎么去见我那儿媳妇？我无颜见她啊！长发女漂立马跟着点头，眼中哭出血泪。可是悠悠不认识小光呀，怎么帮你找？不，您本事大，起卦算命，找他吧。他还那么小，哪个天杀的要拐带他？不管多少钱，只要他回来，我卖了房子也要找啊！小老祖宗吞吞吐吐，很是诚恳地问：找人还要给钱吗？给，只要您找回来，多少都给。哇，好霸道！原来就狗蛋讲的故事里，爸总说随便花，女主心花怒放的感觉嘛。老祖宗可以帮你找孩子，但是收费不便宜。明白，我都明白的，多少我都是愿意的。只见悠悠竖起了2根手指头，吴爱莲见悠悠比个2，还以为是开口要200万。悠悠见吴爱莲反应这么大，以为嫌太贵了，不要他干活了，赶紧改口，不要20了，要2块也行的，就说不能漫天要价，差点把人都吓跑了。20块，捡小破烂都捡好几天呢，这么一笔巨款，悠悠真坏。吴爱莲心里觉得过意不去。小神仙这么受你的好处，我心里还是不踏实，您多少再加点吧。
还有主动要求加钱的。这孙女是不是傻子啊？怎么办？等叫小光的孙子找回来啦，发现自己奶奶变成傻子的，会不会要佑佑赔？那就加5块。佑佑认真的探查着吴爱莲的表情，就怕别人不同意。小奶团子路都没走稳的年纪，却是修真界大能。可自从穿越现代，就没真正过上一天好日子，不是在捡破烂路上，就是在被骗的路上。今天他又被骗去找人了。小神仙，只要您把我孙子找回来，不管多少钱，我都愿意给。有钱，你孙子是怎么丢的？小光是半个月前跟我上街，在外头撞了个浑身裹着黑衣的人，当时倒是挺正常的。可是回家后，他像是被勾了魂一样。第二天我出门买菜，他就自己跑了出去，一直到今天都没回来。我知道了，你有小光的心爱之物吗？有，这个坤坤是小光的最爱。把这个留给我，你就先回去吧，我会找到他的。吴爱莲把东西交给佑佑就离开了，女飘也准备跟着一起走，佑佑却叫住了女飘。你没去轮回，是地府无人吗？女飘急促的摇头，以为佑佑要抓她归去，可就算着急成这样了，还是不说话。你现在不能说话吗？我现在帮你开口说话，别乱动。恶龙咆哮！啊呜！好了，你现在可以说话了。女鬼难以置信，颤抖着张开嘴。我真的可以说话了。不要质疑老祖宗，只要是个魂，佑佑都能解决，这就是专业。看不懂手势，认不清字，那就叫他自己开口。小老祖宗真聪明。小光在哪儿？我知道，我是不久前的王者，本来在等着阴间来时引渡，可我看见小光了，就在城郊，他一个人眼神木木的游荡，我放心不下，就逃了。你这不是瞎胡来吗？哪儿有飘不往地府的？女飘满脸担忧。我知道这么做不对，可我是做妈妈的，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出事。可我也只看见了那一眼，等我去追的时候就找不到他了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只能回了家跟着我婆婆。你跟着他，他也会改。不会的。佑佑尽职尽责的科普道。狗蛋都知道，小倩不能跟书生在一起，你也不能跟他爱莲待在一起，这个叫人鬼殊途。有人比小老祖宗还没文化哩，倩女幽魂的故事都没听过吗？哎呀，小倩和宁采臣，女鬼和吴爱莲，佑佑怎么感觉现在好像是横刀夺爱的道士呀？这么一想，老祖宗竟然觉得自己责任十分重大，于是跟念台词一样，又补了一句：劝你们早些分开，否则别怪佑佑我不讲情面。不可能，有人答应我的，说只要我将声音卖给他，他就能帮我瞒过阴间来时，也保我婆婆不会有事。这故事听着怎么这么耳熟？佑佑知道了，这个故事佑佑也听过咧，虽然多少有些不太一样，但总的没太大变化就是了。狗蛋说，那人叫巫婆，是大反派。你是小美人鱼，小光是王子。小美人鱼卖掉声音，换取自己想要的。在哪里？他在哪里？小老祖宗也教话，要发财了。嘿嘿，鸭蛋嘴巴那么毒，不如换了吧，换点钱花花。佑佑问得很真诚，求求你了，告诉祖宗。女飘本想说不知道，但为了找到小光，一咬牙撒了个善意的谎言。只要你帮我找到小光，我就告诉你。佑佑生怕他反悔，迫不及待一口应下。好，佑佑帮你找到。哈哈，老祖宗精打细算，会养家里。佑佑法子十分粗暴，只见他将小光的坤坤裹着黄符烧了，最后黄符化灰，坤坤完好无损。下一秒，佑佑小胖手迅速的把坤坤喂进了鸭蛋嘴里。你干什么？话音刚落，只见鸭蛋便变成一只狗。鸭蛋，好狗。佑佑，老子要跟你绝交，绝交！不可以，鸭蛋，好朋友才能绝交，孙子不行。去吧，好鸭蛋。紧接着，鸭蛋便不受控制的去找小光了。佑佑晚上有点激动，在床上滚了半宿都没睡着。老祖宗，再睡不着，要长不高了。佑佑压着嗓子，呼噜呼噜几下。左左看不懂他什么意思，直到几秒后，睡着了。佑佑已经睡着了，老祖宗要长高高。小孩睡着不会说话的。老祖宗不是小孩，大人可以，小孩不可以。老祖宗，你们今天是在干什么呀？在找人。是今天来的那个人求老祖宗帮忙找的吗？是的，他给了我25，给的太大了，老祖宗实在无法拒绝。那个小光，老祖宗知道在哪儿吗？佑佑很坦荡，不知道。那咱们不是骗钱吗？
老祖宗是好人，会帮忙找到的。老祖宗，那你能不能找一下我爸爸？别人都有爸爸，就我没有。哎呀，这可给小老祖宗难住了。悠悠倒是经常听见狗蛋打电话说想爸爸想妈妈，难不成每个小孩都这样？佐佐也到了跟狗蛋一样要爹要娘的年纪了。于是腾仔的小老祖宗决定牺牲一下自己，又当祖宗又当爹，一定叫佐佐体会到浓浓深厚的父爱。别家孩子有的，小老祖宗养的孩子也要有。佐佐，悠悠给你当个干爸，成不成？老祖宗不能当爸爸的，爸爸是祖宗的孙子。爸爸是祖宗的孙子，那也不是全无办法。小老祖宗的孙子可太多了，哥孙子看着就不错。大爸，谁修哈？云霄也一大早就接到了悠悠的电话。悠悠最近怎么样啊？上次你上警局带的那个人，悬赏3万，我也给你去要了，正上系统呢。你到时候给家里谁卡号告诉我，直接打进去啊。3万是几个200？那就有点多了，100来个吧。100来个200。小老祖宗发大财了呀！上次才给了哥孙子10块钱，这次一定给哥孙子多发压岁钱。悠悠不说话了，他坐的小板凳是个瘸腿，是隔壁狗蛋爷爷帮忙绑块木头才能继续用。以前没觉得有什么，可现在悠悠坐在上头只觉得屁股难受。他站起来哐当又是一脚，瘸腿的凳子也歪倒在一边。搁以前，悠悠只会窝窝囊囊的捡起来，再好声好气的哄几句，叫凳子多坚持几年。现在发达了，对凳子也爱答不理了。坏凳子，上次就是你摔悠悠的。坏凳子，干不老，有的是凳子干。现在有钱了，悠悠马上把你换了，换个带背靠的，开新漆的。收拾谁呢？云霄也看不见，光听见他气鼓鼓的嘟囔：老祖宗的凳子把我摔在院子里，摔2次了。我骂他，他不改，这次悠悠打他。那这凳子确实有点欠揍了，揍得好。小小收拾了一下坏凳子，还得到一顿夸。小老祖宗膨胀起来了。这次给20块，哥孙子小钱都是小钱。那个孙子先谢谢你。云霄也每次逗悠悠都乐呵得很，又想起正事来。找我怎么了？最近在家里都做些什么呢？他一提起来，悠悠终于又想起来了自己打电话的目的，心情瞬间沉重了。哥孙子，你要孩子不要，你要当爸爸了啊！悠悠问我要孩子不要，难道悠悠想当我女儿？云霄也嘴角压都压不住，咳嗽一声，做矜持状，是不是不太好？没有不好哦。云霄也狗头鬼脸，谦虚的不成样子。我倒是不重要的，长辈怎么说，毕竟是家人，还是要以他们的意见为重。长辈，悠悠没想到云霄也还挺讲究。不过悠悠老祖宗没有什么意见，佐佐跟鸭蛋的长辈都是他说了算，所以小老祖宗理所当然的回答同意。云霄也脸上的笑容比 AK 还难压，不过他还是扭扭捏捏的推脱2圈。这事儿太突然了，对我而言是人生一大跨步，我还是需要好好再考虑一下。对了，你喜欢湖景还是海景？4合院呢？能接受家里几个人，爱热闹就搬回老宅住，不喜欢咱就再买一个。爸也不是不讲理的人，但是30岁之前不准谈恋爱。不用了，祖宗可以养佐佐，也可以养佐佐爸爸。谁爸？佐佐到年纪了，一直要悠悠给他找爸爸，老祖宗不能当爸爸，孙子可以。云霄也今天话就没断过，可从他最后一个字落下，电话那头终于迎来了今天的第一次沉默。喂，怎么没声音了？难道哥孙子的手机坏了？在的，我还在的。小老祖宗企图利用。手机坏了，哥孙子，悠悠明天给你买一个。悠悠给买手机，你给佐佐当爹。云霄野刚才的热情似火已经被好大一盆冰浇了个透底，提不起来任何的激情。谢谢你这样的好事，第一个想到我。但你要知道，我吃小孩的，佐佐小孩跟我在一起，骨头渣子都得被我捶碎。能不能不吃？老祖宗捡垃圾给你吃。谢谢，牙口不太好，婉拒了哈。好吧，老祖宗会尽快找新孙子的。也行，死道友不死贫道，别可找我一个人霍霍就行，找我就为了说这事儿的。是的，哥孙子再见，祖宗要去找小光了。知道了，记得卡号给我，到时候钱批下来了我找你啊。挂完电话的佑佑便带着鸭蛋上山找小光去了，而另一边元宵爷等人也准备进山找失踪儿童。大家注意，人质太多，都是没有独立认知的孩童，切记小心谨慎。放心云处，警示排放了，警戒线已拉，最低高度不足小型车辆通过，只要是认字的、社会认真齐全的正常人都不会进来。巨大的爆破声打断了几人。走，去那边看看。另一头，佑佑无辜地看向鸭蛋。鸭蛋，这山不经炸呀！鸭蛋看着被佑佑一张符差点炸毁的半个山头，咽了咽口水，很从心的不敢顶嘴。
是他们没本事，不怪你，不怪你。老天奶，谁家救人一上来就磕着别人山头，一个术法就给轰没了，给这儿炸了，别人不找我们麻烦吗？找呀。那你还炸？嘿嘿，找不到路了，就让他们来找我。你当他们是傻子吗？谁炸了老夫精心布置的沙阵？是佑佑，但是佑佑没钱。小鬼，油嘴滑舌，正好今天7/749日大圆满，把你抓起来，扔进池子喂龙神。爸，师兄哈！救命救命！这是什么道法？怎么这么不经打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玄门之中何时出了这样的天才？除了夺舍，就算是玄门吹嘘的天之骄子，连雨清还有特管局那位都不可能达到这种程度。你究竟是何人？谁家老祖竟夺舍来此？我等井水不犯河水，你究竟是谁？一把年纪了还出来趟小辈的浑水，你要不要脸？哎呀，这个孙子说的好像很有道理，我都一大把年纪了还这样以老欺负小。抱歉，实在是有要事在身，过2天你来佑佑家，让狗蛋给你炒2个菜，赔个不是。你在羞辱我！特管局办事，